我已经100多个小时没有合眼，还差最后一步，我就能拿到5000万的项目奖金。5000万，足够给爸妈换套大房子，给耀祖办个风光的婚礼了。在社会上摸爬滚打10年，我才买下一间60平的2手房，将爸妈接到城里住。只要那5000万到账，我们就不用挤在一起了。5000万，这么快就到账了，我得赶快告诉爸妈，我们一家人终于能过上好日子了。妈，是我有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。婉晴，你爸下楼梯摔了一跤，把腿摔断了，你快回来吧。爸摔了，在哪个医院？我现在就去。没去医院，你爸说去医院太贵了，先在家养着。这怎么行？我现在就回家，把爸送到最好的医院治疗。爸，您的腿，你还知道回来？妈，你不是说爸摔了吗？什么摔了？你老子好着呢，你妈不这么说，你能这么快回来？耀祖女朋友小雅一会儿就到了，你这房子得赶紧过户给你弟弟当婚房用。妈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你赶快把房子过户给你弟当婚房，你耳朵聋吗？过户？可这房子是我的。什么你的？这房子就该是耀祖的。你一个要嫁出去的人，留房子有什么用？你个丫头片子，生来就是给你弟铺路的。你的命、你的钱、你的房，全都是耀祖的，给你弟弟那是天经地义。姐，别小气啊！你这破房子我还嫌小呢，要不是为了结婚，谁稀罕你这点破烂？这房子是我一个人奋斗了10年，省吃俭用才买下的。10年怎么了？没有我们把你生下来，你能有今天？别废话，下午就去办手续，小雅马上就到，你别给我掉链子。如果我不同意呢？不同意？你反了天了！我们家什么时候轮到你说了算了？妈，现在要我把房子过户给耀祖，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住哪？你住哪儿？你随便找个男人嫁了不就有地方住了？女孩就是泼出去的水，房子留在你手里就是浪费。耀祖可不一样，耀祖是要传宗接代的，你的东西本来就该是他的。我浪费？我在外打工10年，每个月都将1大半的工资寄回家里。你们说乡下冷，我每天加班到凌晨，就是为了买房接你们来城里享福。享福？我们分明是看你一人在城里可怜，特意来城里照顾你，给你撑腰来了。现在你连一套房子都不舍得给，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。他们骗我回来，就是为了这套房子。原来我在他们眼里从来就不是女儿，我就是给苏耀祖准备的提款机。姐，你也别在这儿演苦情戏了，就你这破房子，地段偏的要死，面积还没人家厕所大，我不嫌弃就不错了。嫌丢人？你们嫌丢人可以不住，这是我家。你家？你的一切都应该是我的，一套房子算个屁呀！我告诉你，今天这房子你给也得给，不给也得给。你看看你，把你弟弟气成什么样了？你还有没有良心？耀祖从小到大让着你，你现在有房子了，回报一下弟弟怎么了？他让着我，妈，你说他让着我，分明是我一直在让着他。从他出生那天起，我就像个保姆一样无微不至的照顾他，你们难道都忘了吗？真是反了你了！养你这么大，就是让你来顶嘴的。你弟弟是苏家的根儿，你供他是天经地义，你的命都是他的，何况一套房子。婉晴，不是妈逼你，耀祖结婚总要有房有车吧？房子现在这个也勉强凑合用，你再给耀祖买辆20来万的车，这样你这当姐的也有面子不是？买车？还要我买车？对啊，没车怎么行？当姐姐的给弟弟买车，难道不应该吗？本来还想用那5000万改善他们的生活，现在我一个字都不会告诉他们。没钱？没钱？你工作这么多年，钱呢？都喂狗了？妈，你还记得城西开废品站的李老板吗？他给的彩礼好像挺高的呀。
李老板，那个打跑3任老公、家暴成性的变态。对啊，我怎么把这茬忘了？耀祖，还是你聪明。婉晴啊，既然你没钱，那妈就给你找个好人家，对方条件好得很，彩礼能给这个数，妈现在就把他喊来。什么好人家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说的是谁，他现在分明就是想随便找个女人给他生孩子罢了。你们为了50万的彩礼，竟然要卖了我！什么卖不卖的，难听，是嫁人。你年纪也不小了，都28了，是老姑娘了，倒贴都没人要，有人愿意出50万，那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人等会儿就到，这50万正好给耀祖买车办婚礼。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哼。我考上了985，我是全县第1。考上了就考上了，喊什么喊？爸，学费只要4000块，我暑假打工已经攒了2000，还差2000。2000没有，一个丫头片子，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？迟早是别人家的金钱货。妈，我成绩很好，老师说将来肯定能赚大钱的。老师说，老师能给你饭吃。耀祖明年就要上初中了，家里就这么多钱，要先供你弟弟读书。姐，你别读了。反正女孩子读书好有什么用？以后还不要嫁人。最后他连普通高中都没考上，全家掏空积蓄才让他上了技校，而我这辈子再也没进过大学学门。婉晴，你别逼妈，你要是不答应过户，妈就去你找你领导闹，说你不孝，说你虐待父母，到时候我看你在公司还怎么待下去。你们。我不是刚打完电话吗？这么快就来了？是小雅来了呀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耀祖，这就是你说的婚房？怎么跟贫民窟似的？这墙皮都掉了，家具也是老古董，怎么住人啊？宝贝儿，你别急，正在弄呢。我姐有钱，马上就能过户。你就是耀祖姐姐。一脸穷酸样，还不快点掏钱装修？我可不想到时候住进来还跟个猪圈似的。我什么时候说要把房子给你们了？又什么时候说我要出装修钱？苏耀祖，你耍我呢？你不是说这房子今天就能过户，装修钱你姐全包吗？宝贝儿，你听我说，我姐胡说呢，她有钱。我没钱，这房子是我的，谁也别想动。好得很。苏耀祖，你要是没房没彩礼，这婚就别结了。我可不是来扶贫的。哎呦，小雅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房子的事儿包在我身上，等把她嫁出去不就有钱了吗？我已经找好人选了，对方是个老板，可有钱了。就他这年纪这模样，还有人要？怎么没有？而且人马上就到了。小雅，你放心，这婚事肯定能成，到时候耀祖的彩礼、车子、装修款全都有着落了。宝贝儿，听到了吧？下午就有钱了。来，咱们先进屋歇着，别理他。等李老板到了，你给我表现好点，耀祖的幸福就指望你了。你要是敢搞砸我，让你这辈子都不得安生。原来这个家早就没有我的位置。既然你们想要房子，我给你们就是。李老板真是讲究人，连见面的地方都安排在这么高端的地方，以后就是身份。就你们住的那鸟不拉屎地方，也配得上我的身份？比照片上看着还成熟啊！这腰身，这屁股，好生养。老子就喜欢这种有肉的，好生孩子。是，李老板好眼光。我们家婉晴虽然28了，但身体好，能干活，能生孩子，您就放心吧。彩礼的事儿，李老板，婉晴从小就听话，嫁过去保证伺候好您，绝无二话。您让她干啥她就干啥。苏婉晴是吧？就你这年纪，这种条件，谁会要你？不过老子心善，不嫌弃你，只要你能给老子生个儿子，老子绝不会亏待你的。但要是你只是一个不会下蛋的母鸡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什么条件？我又没结过婚，没生过孩子，怎么就没人要？哎，女人过了25就是打折货，你这都28了，都属于清仓处理了。我能看上你，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李老板说的对，婉晴，你别不知好歹，人家李老板是做大生意的，能看上你是你的福气。那50万彩礼正好给耀祖办婚事，你这当姐姐的也算尽了份心意。就是你跟着李老板吃香的喝辣的，不比你在那破公司加班强。人家还愿意给50万彩礼，这可是天价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50万1分不少，
只要你点头，这钱今天就给你爸妈，以后你跟着老子也不用上班，在家专心伺候老子，再给老子生儿子就好。姐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答应啊！你反正是个老姑娘，有人要就不错了，别挑三拣四的。我不同意。你可想清楚了？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不同意，这婚，这钱我也不要。你们想把我卖了，给苏耀轩换车换房，做梦！你他妈给脸不要脸！我看得上你是你的福气。福气？你这福气还是留给别人吧。我苏婉晴虽然穷，但还没见到把自己卖了的地步。我更不是你们换钱的货物。好的很，你给我等着！你们苏家以后别求我。苏婉晴，你疯了！你知不知道你干了什么？50万，那是50万啊！你弟弟的房子、车子、彩礼就指望这钱了，指望我？妈，你搞清楚，苏耀祖是你儿子，不是我儿子。他的房子、车子凭什么指望我？我欠他的吗？反了天了！老子今天非打死你这个不孝女！你们可真是我的好父母，我的好弟弟。我18岁辍学打工，每个月寄钱回家，你们说我应该的。我10年省吃俭用买房，你们说要过户给这个不学无术的废物。我告诉你，从今天起，我不会再给你们1分钱，你们别想再从我身上榨出一滴血。这一巴掌是教你做人，教你什么叫孝顺。没有我们，你能活到今天？你的命都是我们的。让你嫁个人怎么了？让你给弟弟出点钱怎么了？你居然敢毁了他的婚事儿！你这个白眼狼，赔钱货！谢谢你。你是个屁！老子养你这么大，就是让你来顶嘴的。一套房子而已，你弟弟是苏家的根，给他怎么了？你居然还想跟家里决裂？你还有没有良心？你少在这装可怜！我告诉你，你生是苏家的人，死是苏家的鬼，你的命都是我们的，何况一套破房子。谢谢你打醒了我，打醒了我这28年来对你们抱有的最后一丝幻想。你们生了我，养我到18岁，好，这养育之恩，我苏婉晴今天还你们。从18岁那年你们逼我进厂打工开始，整整10年，我每个月工资一到账，第一件事就是往家里寄钱。10年，我往家寄了30万，加上这套50万的房子，一共80万。从今往后，我不欠你们苏家了。你说什么？房子给我们？对，给你们。但是记住，拿了房子，我们之间就再也没有关系了。苏婉晴，你敢走出这个门，就永远别回来。我们就当没生过你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进苏家的门。求之不得。反了天了！老子白养你这么大，你个不孝女，你会遭报应的。爸妈，他就是装的。你看他之前还坚决不肯把房子过户给我，现在房产证不还是到我手上了吗？而且他现在还不知道咱老家的房子马上就要拆迁，拆迁款足足有200万啊！你说的对，他迟早会回来求咱们的。没娘家撑腰，他什么都不是。房产证名字还没改，臭娘们儿敢耍我！本来还想用这5000万改善你们的生活，给你们换大房子，让耀祖风风光光的结婚。现在看来，你们不配，你们只配守着那套小房子，继续做你们的春秋大梦。房子还没过户你就想走，你耍我们呢？耀祖，你怎么了？5000万，他账上有5000万。站住！房产上写的还是你的名字，你耍我呢？你这个贱人，敢跟我们玩心眼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还好他没看到那5000万的余额。好啊，我早就说你这白眼狼的伎俩，实际上连房子都舍不得过户给耀祖。哼，女人就是女人，天生就会耍心眼。我告诉你，这房子你弟弟要定了，你要是再敢耍花样，老子让你在这城里待不下去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把房子过户给他？你不是把房子给我们了吗？我的意思是你们可以住在里面，可没准备过户给你们。而且现在我和你们已经没关系了，你们要是再骚扰我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让他走，没娘家撑腰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
过2天就得哭着回来求我们。帮我开间房。站住！你是干什么的？当然是住酒店了。住酒店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帝豪酒店。你知不知道这儿一晚上多少钱？把你卖了都付不起1晚的房费。就你穷酸样，是想混进来躲雨的吧？我有钱，刷卡。行了行了，别装了，赶紧滚！别弄脏了我们大厅的地板。放开他！放开！顾总，是你？顾少爷，你在国外好好待着不好吗？为什么非要回来争夺家产？既然你回来了，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谢谢。我们帝豪酒店什么时候有你这种以貌取人的员工了？谁给你的胆子这样对待客人？冤枉啊，顾总！我不知道这位小姐认识您，给我1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对您的客人不敬啊！滚！跟我来。你应该听说过我的名字，我叫顾延伸。你就是最近名声最盛的商界天才，江城顶级家族之一顾家的大少爷顾延伸。没错，3个月前我刚从国外回来，大伯担心我会分走他在集团中的股份，触动他的利益，就派人追杀我。是你救了我一命。所以你今天帮我，是为了还那个人情？当然不是，苏小姐，你愿意嫁给我？顾总，您没发烧吧？我们只见过2面。第1次见面你强吻了我，第2次见面你就要和我结婚？我只是想对你负责，毕竟我们已经……长得确实好看，但这也太突然了吧？他该不会是个变态吧？苏小姐，我知道这很突然，但请你相信，我顾延伸从不会做没有分寸的事。先别着急拒绝，看看这个。婚前协议。大伯对我还没死心，安排了我和赵氏千金赵诗涵的联姻。他和赵氏集团关系密切，联姻后他就能通过赵氏控制顾氏，成为最终的受益者。我需要你的帮助。所以，你想让我帮你挡住和赵氏千金的联姻，然后你再找机会踹掉我是吗？当然不是。这份协议有2条铁律：第一，你会获得帝豪酒店49%的股权作为你的保障；第二，如果我们最终分开，股权依旧归你，我绝不收回。你是说，就算我签下契约之后立刻走人，也能拿到帝豪酒店49%的股权？没错，是的，我保护你，我顾延伸说到做到。帝豪酒店49%的股权，这江城最顶级的地标资产，按市价至少值200-300亿，他就这么白送给我，而且当顾太太好像也还不错。签下这个名字，我就成了顾延伸的妻子，至少比嫁给李富贵强上100倍。好，我签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顾太太了。有任何需要，随时告诉我。顾总，你需要我配合什么，尽管说。谢谢。延伸，3天后的你就要和诗婷的订婚宴了，到时候各个家族的人都会到场，你可千万不能迟到啊！知道了，大伯，我不会迟到的。3天后就是我和赵诗涵的订婚宴了，你现在想退出还来得及，契约可以作废，股权依旧归你，我绝不食言。你这么信任我，我怎么会让你失望呢？既然签了字，我就陪你走到底。好，那明天我们就去民政局领证。
明天？这也太快了吧！后悔了？谁后悔了？就是一切来的有点太快了。顾太太可不能打车出门，这张卡没有额度上限，喜欢什么车自己挑。不用，我自己有钱。那是你的私房钱。既然现在我们已经结了婚，我就该尽点丈夫的义务。小陈，带夫人去买车，她看上什么直接刷卡。是，顾总。夫人，请跟我来。谢谢。晚上我来接你，顾太太。耀祖，这不是你姐姐吗？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才离开家1天，就来这儿兼职当销售了？我的事还轮不到你操心。你不会要告诉我你是来买车的吧？耀祖，你姐不是连房子都给你了吗？怎么可能有钱来保洁 4S 店啊？该不会是傍上哪个老男人了吧？夫人，需要把他们赶出去吗？不用了。装模作样，姐，你要是混不下去就回家呀。只要你能给我买辆车，再把彩礼出了，我可以考虑原谅你昨天的所作所为。昨天还逼我给他买车，今天就能掏出来50万，原来不是家里没钱，他们只是继续想吸我的血罢了。你给我介绍一下符合我气质的车型。苏小姐，您刚才看的那辆911 Turbo S， 还需要我为您详细介绍内饰配置吗？喂，你眼瞎吗？没看见我们才是来买车的人吗？你不好好招待我们，去伺候一个穷鬼？不用介绍了，这辆车我要了。姐，装也得有个限度吧？这黑卡从哪儿租来的？还不如把租卡的钱给我用呢。我能不能消费起，你们马上就知道。苏小姐，刷卡成功，911 Turbo S 670万，全款已到账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这是您的购车合同和钥匙，请您过目。苏婉晴，你为了报复家里，还真去给老男人当小三儿啊？就算是别人的卡，那也是我的本事。你连当3的资格都没有。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卡里的钱也都是我之前寄给你们的吧？你得意什么？等那个老男人玩腻了你，到时候可别哭着来求我们收留你。小陈，把不相干的人清出去，他们只会污染这里的空气。是，夫人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我可是来买车的，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！放开我！你们谁敢动我？苏婉晴，你这个贱人，你等着，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！苏婉晴，你给我等着！你以为攀上个老男人就了不起了？老子让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！爸妈，出大事了！耀祖，怎么了？是买车的钱不够吗？还买个屁的车！是苏婉晴那个贱人，她有钱了。她能有什么钱？她今天花670万买车，全款，眼睛都没眨一下。670万，他哪来的这么多钱？阿姨，你是没看见，他身边还跟着个助理，毕恭毕敬的喊他夫人呢。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，难怪死活不肯嫁给李老板，原来是偷偷摸摸跟了野男人。我还亲眼看见的，昨晚苏婉晴一辆黑色迈巴赫，那男的看着年纪不大，长得人模狗样的，把他送到了帝豪酒店楼下，他肯定是在给别人当3。好啊，好啊，帝豪酒店都住上了，我都还没住过，他先享受上了。他给别人当小三我不管，但他拿到的钱必须是我们苏家的。
10年了，终于不用再挤在那个60平的小房子里。从今天起，我只为自己活。大家评评理啊！我姐攀上高枝就把家里人全踢开了，这也太不孝了吧！这位女士，请您不要影响其他客人。喂，苏小姐，不好了！楼下大堂突然来了个中年女人，跪在地上哭闹，说是您的母亲，非要见您。已经有好多客人在围观了。知道了，我马上下来。我不走，见不到我女儿我就不走。都围在这里做什么呢？婉晴，你终于肯见妈了，快跟妈回家吧，别在这当小三儿了。看着穿的人模人样的，没想是这样的人。别装了，你根本就不在意我在做什么，你在意的只是我有钱没分给你们罢了。好啊，你不认我这个妈是吧？今天你要是不掏出1000万给我，我立刻死在你面前，你就是杀人犯！大家快看啊！这就是我姐，攀上高枝就六亲不认了，连亲妈逼到喝农药她都不管。你们评评理，这世上还有这么狼心狗肺的人吗？给有钱人当小三儿，连1000万都不舍得给父母，这也太没良心，连爹娘都不认。你喝呀，我现在就帮你叫120，省得真死了也没人收尸。你说什么？我养你这么大，你眼睁睁看着我去死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养我？你养我什么了？养我到18岁，逼我辍学打工，我不是已经把钱还给你了吗？还有你这条命，值1000万吗？妈，他不管你的死活，我来管。姐，你今天要是拿不出钱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逼死了亲弟弟。大家快看，就是这个男人把我女儿骗走了，把我女儿骗去当小三儿，糟蹋了我女儿还想不负责。我告诉你，我女儿这身子是我们苏家养了28年的，今天不给个1000万的彩礼钱，我和我儿子就死在这儿。顾总，需要清场吗？不急，看看他会怎么做。看着穿的人模人样的，没想是这样的人。你睡了我姐就得给钱，包养费、青春损失费、精神损失费1000万，少1分都不行。我姐清清白白一个大姑娘，凭什么白跟你走？就是想和我女儿在一起，就必须给钱。农药？你别过来，你给他当小三儿，我们拿钱，这是天经地义。不给钱，我现在就喝。苏婉晴，你疯了！味道不错，味道不错。你早就知道这农药是假的了？这种农药早就不允许售卖了，他们就是随便买的深色瓶子灌的矿泉水。苏小姐，他们进来之后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？没有，不过他们在进来之前，在垃圾桶旁停留挺久的，好像在往瓶子里灌东西。把监控调出来。就他们那贪生怕死的样子，怎么敢把农药放在自己嘴边的？搞了半天，原来是假农药啊！这家人是来碰瓷儿的吧？农药是假的又能怎么样？你骗走我女儿是事实，我女儿就值1000万，这彩礼钱必须给我们！大家快拍下来发网上，让全网都知道这对狗男女的真面目，包养不给钱。需要帮忙吗？睁大你们的眼睛看好了，我们是合法夫妻，不是包养，更不是小三儿。合法夫妻不可能！你在骗我！
是不是假的？你查一下不就知道了？至于你伪造自杀、造谣诽谤、当众敲诈1000万，王秀兰，你知不知道这3条加在一起够你在里面蹲几年吗？王秀兰，你知不知道这3条加在一起够你在里面蹲几年吗？你敢？我是你妈！你送亲妈去坐牢！你这个遭天谴的畜生！你不得好死！酒店到处都是监控，你们刚才每一句话、每一个动作都是呈堂证供。伪造自杀、造谣诽谤、当众敲诈1000万，王秀兰，你以为我是在吓唬你？妈，走，快走！我不能坐牢，我还年轻，我不能进去。妈，快跑啊！耀祖，你怕什么？他就是在吓唬我们。妈，1000万数额巨大，真的会坐牢的。我还没结婚呢，我不能进去。苏婉晴，你不得好死，你会遭报应的！你给我等着！抱歉，让你见笑了。你没有做错，面对豺狼，就要比豺狼更狠。你刚才做得很好。那个白眼狼反了天了！我们不仅1分钱没捞着，他竟然还要送我们去坐牢！宝贝儿，我正准备给你打电话呢。苏耀祖，我们分手吧。宝贝儿，我正准备给你打电话呢。苏耀祖，我们分手吧。你真是个废物，去帝豪酒店大闹一场，竟然1分钱都没要到。小雅，你听我解释啊，我姐这人太狡猾了，她居然偷偷跟那男的领了证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有办法弄到钱的。别说我不给你机会，明天我要看到市中心的新房合同和一辆豪车，你要是做不到，咱们就分手。我林小雅不嫁穷鬼。耀祖，小雅怎么说？是不是要加彩礼？完了，全完了。她要我买市中心的新房，还要豪车，老家的拆迁款还没下来，我哪来那么多钱？耀祖，还记得我跟你说的格兰多金融平台吗？我当初就投了5万，现在已经赚了5000万了。5万变5000万，1000倍返还。耀祖，这靠谱吗？网上那些不都是骗钱的吗？妈，强子是我穿开裆裤长大的铁哥们儿，他还能坑我？妈，咱家现在还有50万，再借50万就是100万了。这100万投进去，出来就是10个亿啊！妈，你就等着住大别墅吧。苏婉晴，你等着吧，老子马上就比你还有钱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强子，我操你祖宗！你骗我！完了，全完了！呼叫用户已关机。50万存款没了，就连借的50万也没了。小子，借1还2，你欠的那100万，打算什么时候还啊？龙哥，我现在手上没钱。没钱？你小子耍我呢？你信不信我让你下辈子都在轮椅上度过？龙哥饶命！我姐有钱，她刚买了辆600多万的跑车，还住帝豪酒店的总统套房，她肯定有钱。你最好没骗我。你就是苏耀祖的姐姐。你们是谁？想干什么？你那个穷鬼弟弟在我那儿借了点钱，不多，也就100万。你准备什么时候还？他欠的钱你们去找他呀，来找我干什么？你可是他亲姐姐啊，父债子还，弟债且偿，我们当然要来找你了。那你们恐怕是被他骗了，我早就跟他没关系了。没关系？你当我是白痴吗？没钱，你就别想走了。没关系，你当老子是白痴？亲姐弟打断骨头连着筋，就不舍得掏出100万给弟弟还债吗？龙哥，跟他废什么话？直接把他带走，等到了地方不怕他不掏钱。我再说一次，苏耀祖欠的钱1分都别想从我这儿拿。给脸不要脸，动手！啊！臭娘们儿，还敢还手？给我按住他！贱人，看老子怎么收拾你！你们敢碰我一下，我保证你们走不出这条街。哟，口气不小啊！都这时候了，还装什么硬气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我劝你识相点，你那个废物弟弟可是把你卖得干干净净，说你刚买了600、700万的跑车，还住着帝豪酒店的总统套房，100万对你来说不就是9牛1毛吗？一个赌鬼的话你们也信？看来你们的脑子也不太好使。硬，等老子把你塞进车里，看你还敢不敢这么嚣张！龙哥，别跟他废话了，这娘们长得还挺标致，要不咱们先乐呵乐呵，再找他拿钱。
我顾延深的夫人，也是你能碰的？顾总，误会，全是误会。带着人堵我太太，你管这叫误会？顾总，误会，全是误会。带着人堵我太太，你管这叫误会？都是苏耀祖的这小王八蛋让我们来找顾夫人麻烦，是他让我们来找顾夫人要债的。顾总，我真不知道她是您太太啊！要是知道借我100个担子，我也不敢来。对，都是那小子忽悠我们。他说他姐姐现在有钱，我们哪知道是顾氏集团的少夫人啊！苏耀祖的债让他自己还，再敢骚扰我太太，我让你在江城消失。我说到做到。我这就滚，马上滚！顾总、顾夫人，打扰了，走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我们去找苏耀祖这王八蛋算账！敢骗老子，老子扒了他的皮！受伤了没有？让我看看。我没事，那个谢谢你啊。我说过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表姐不好了，二婶他们要把奶奶强行接走，说是要换个养老院。什么？他们已经开始推轮椅了，我拦不住。婉清姐，快来啊！奶奶会被他们害死的。小满，拖住他们，我马上到。上车，我送你。耀祖，你们不能这样啊！这是要送我去哪儿啊？闭嘴！你个老东西懂什么？我们给你找了个更好的地方。老东西，赶紧走！每天住在这么贵的养老院，不是在给别人送钱吗？你这点养老钱，与其自己浪费掉，还不如全都给我。你们不能把奶奶带走，你们会害死她的。苏小满，赔钱货，轮得到你说话？滚一边去！我不走！你们今天要把奶奶推走，就从我身上碾过去！找死！小满，我的小满啊！老东西，老实点儿！你们休想带走奶奶！死丫头，老子今天打死你！耀祖，你这么做就不怕遭报应吗？你敢动他一下试试？你敢动他一下试试？你敢打我？你再敢动一下，就不是打你这么简单了。你疯了！敢打你弟！你这个赔钱货，白眼狼！耀祖才是苏家的命根子，你居然为了一个老东西打他！婉晴，你这个不孝女，连亲妈都敢推，反了你了！你孝顺，为了钱，你们连奶奶的死活都不管，你们还是人吗？婉晴，我的好孩子，奶奶老了，帮不了你什么，就剩这点棺材本，你拿着，帮奶奶照顾小满，别让她被这群畜生糟蹋。奶奶，这钱我帮您保管，从今天起，我会照顾好您和小满的。谁再敢动你们一根手指头，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表姐，谢谢你。傻丫头，我们是一家人。老东西竟然还有私房钱，这钱只能是耀祖的，谁也别想拿走。老东西，你那点棺材本还藏着掖着，耀祖可是你亲孙子，你不给他给谁？你别做梦了，这钱是奶奶留给小满的，你想都别想。苏婉晴，现在这老东西的存折在你手上，你又攀上高枝，住豪宅，开跑车，现在立刻掏钱给你弟在市中心买车买房。臭娘们儿，你傍上那个野男人，连600多万的跑车都开上了，还在乎那点钱？一套房一辆车对你来说算什么？你们太过分了！过分！我是他妈，他的一切都是我的。王秀兰，你们已经拿了我10年的钱，那都是你应该做的。我生了你，养了你，你给我钱，给你弟花钱，本来就是你的本分。现在我们已经没关系了，我的钱自然也就跟你们没有半点关系。你们不配花我1分钱，不给钱？好啊，我现在就把老太婆接走，送去她等死。还有这死丫头，我已经联系好李老板了，50万彩礼，明天就送她过去。我已经联系好李老板了，50万彩礼，明天就送他过去。秀兰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小满可是你亲侄女啊！奶奶，
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没人能动你和小满。大伯在的时候多照顾我们家，现在他走了，你们就开始打小满的主意，你们还有没有半点人性？人性能当饭吃吗？我只要钱，谁管他是死是活？死丫头，要怪就怪你命不好，生了个赔钱货的身子。婉晴姐姐，我怕。动手！老实点，乖乖听话，还能少受点罪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，表姐，救我！你敢碰他一根手指头试试？我再说一次，谁敢碰奶奶和小满一根手指头，我就让谁付出代价。你敢？我是你妈，你敢动我？你吓唬谁？老子不信你真敢把亲妈亲弟怎么样！苏耀祖，给老子滚出来！躲到哪儿去了？龙哥怎么找到这儿了？妈，怎么办？恶人自有恶人磨，这一次我看你们往哪儿跑！苏耀祖，你可真是把老子坑惨了呀！快点还钱，100万，1分都不能少！龙哥，她就是我女儿苏婉晴，你找她要钱，她才是有钱的那个。顾太太，我不知道您在这儿。你别管我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你继续。小子，之前你竟然敢拿顾太太当挡箭牌，活腻了！老子在道上混了这么多年，还没见过你这么蠢的。龙哥饶命啊！我们真没钱，你就是杀了我们，我们也拿不出100万啊！哦，没钱是吗？顾总，他们老家还有套老宅，马上就要拆迁了，少说也值200万，抵你这100万绰绰有余。你拿去，算是他们还债。完了，全完了。老宅要拆迁，我之前怎么不知道？上次之后，我就让人查了一下，他们早在半年前就知道房子要拆迁了，却一直瞒着没告诉我。王秀兰，这就是你们的报应。拆迁房好啊，苏耀成用房子抵债，现在就去办过户。龙哥，那是我们苏家的命根子，你大发慈悲，再宽限几天吧。我给您磕头了，耀祖是苏家独苗，您不能断了他的活路啊！少废话，带走！老子管你是不是独苗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都是因为你，苏婉晴，你给我等着，我是不会放过你！老天爷啊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！你们连亲奶奶都算计，一套房子算什么？这不过是你们应得的报应。你们不是一直说耀祖是苏家的根吗？现在根要断了。走，现在就去房管局，这房子老子今天必须拿到手。表姐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及时赶到，我和奶奶还不知道会被他们带到哪里去。傻丫头，我说过有我在，没人能动你们。婉晴啊，奶奶老了，不中用了，还连累你，你那个妈那个弟都是畜生啊！奶奶对不起你。奶奶，您别这么说，您是这个家唯一疼过我的人，我会照顾好您的。把奶奶转入顾氏旗下顶级疗养院，安排顶楼 VIP 套房，24小时专人看护，用最好的医生，配最好的护工。是，顾总，我立刻去办。奶奶，您尝尝，这苹果可甜了。护士姐姐说这是从国外空运来的呢，您多吃点，补补身子。孩子，奶奶这辈子没想到还能住上这么好的地方，还能这是托了婉晴的福啊！谢谢你这么帮我。你护着的人，就是我顾延伸要护着的人。顾太太，以后这种事不必一个人扛，你的身后有我。苏耀祖，要是你再敢找顾太太的麻烦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哼，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苏耀祖，你现在就是一穷鬼，还怎么好意思娶我？小雅，你对我好，你连个车都买不起，跟着你，我喝西北风啊！走吧，小雅，跟这种废物废话什么？废物也配谈恋爱？滚远点儿！别脏了我的车！李小雅，你这个见钱眼开的小贱人，不得好死！
完了，全完了，钱没了，小雅也跑了，我什么都没了，都是苏婉晴那个贱人害的。要不咱跟婉晴认个错吧？她现在不是傍上富豪了吗？说不定我们还能捞点好处呢。她现在不是傍上富豪了吗？说不定我们还能捞点好处呢。我呸！想让我跟他低头认错，做梦！他苏婉晴飞上枝头了，就忘了是谁把他生出来的。没有我，他能有今天？可咱们以前那么对他，他现在有钱了，万一记恨咱们，对咱们下手怎么办？他敢！他身上流的是我的血，这辈子他都还不清。富豪，顾太太，顾总，顾太太。顾总，明日帝豪酒店，顾氏集团顾延伸与赵氏千金赵诗涵将举行盛大订婚宴。苏婉晴那个贱人傍上的富豪，竟然是顾家顾延伸。顾家，江城的顶级豪门，随便从指缝里漏点出来，都够咱们吃一辈子了。难怪那死丫头出手就是6、7百万的跑车。妈，你看见没有？这新闻说顾延伸明天要和赵诗涵订婚，那苏婉晴算什么？她就是个插足的小三。咱们手里攥着这么大的把柄。顾家敢不给钱？对，订婚现场那么多记者和名流，咱们只要往那儿一站，把苏婉晴和顾延伸的事抖出来，顾家为了脸面，多少钱都得给咱们封口。秀兰，顾家可不是咱们这种小老百姓能惹得起的，万一他们翻脸，咱们……闭嘴！你这个窝囊废，到嘴的鸭子还能让它飞了？明天全城的记者和富豪都在，他们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咱们怎么样？他顾家再有钱也要脸，把苏婉晴和顾延伸的事抖出来。顾家为了面面，多少钱都得给咱们封口。妈说的对，只要咱们手里攥着顾延伸的把柄，不怕顾家不乖乖掏钱。明天咱们就需要1000万的封口费。明天就要面对全城的名流了。别动，顾总，明天的订婚宴我需要做什么？有什么需要注意的？别叫我顾总了，叫我延伸就好。明晚不仅是订婚宴，更是确定顾氏继承人的时刻。大伯以为我没办法摆脱联姻，明天我要让他知道，我顾延伸从来不是任人摆布的棋子。顾延伸，我既然签了那份协议，就陪你走到底。天塌下来，我和你一起顶着。顾太太，明天我会让全城都知道，你是我顾延伸名正言顺的妻子，任何人都别想动你一根手指头。诗涵，你和顾少爷真是郎才女貌。赵顾两家强强联合，以后这江城的天下不就是你们两家的了？是啊，谁不知道赵氏集团这些年势头正盛，顾家能攀上赵家这门亲事，那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强强联合，赵氏不需要攀附任何人，这桩婚事不过是给顾家一个面子罢了。顾延伸要是识趣，就该知道珍惜。顾延伸怎么还没到？这么重要的场合，他居然还迟到，这也太不像话了！去，再给他打电话。是，顾总。少爷的电话还是无人接听。还没确定继承人的身份，就开始摆谱了吗？这是谁？为什么会站在顾少爷身边？这女人是谁？为什么会站在顾少爷身边？顾少爷怎么带着别的女人来订婚宴？这是要闹哪出？赵小姐脸色都变了，订婚宴上带着别的女人来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快拍下来，明天的头条有了。哪儿来的野鸡，也敢脏我的眼？去，把保安叫来，什么阿猫阿狗都放进。顾延伸，今天是你和诗涵的订婚宴，你带个外人来干什么？成何体统？还不快点松手，给诗涵道歉！这位小姐，我不管你是谁。今天是我顾家的重要场合，请你自重，立刻离开。大伯，他不是外人。大伯说的对，
今天确实不该有外人在场，所以我来了，因为我才是顾延伸名正言顺的合法妻子。合法妻子，顾少爷已经结婚了。那赵小姐算什么？这订婚宴还办不办了？这女人什么来头？竟然敢砸顾赵两家订婚宴的场子！合法妻子，别逗我！延伸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就你那穷酸样，身上这条裙子都是顾延伸给你租的吧？租一天要多少钱？5000还是8000？简直是胡闹！顾延伸，你为了这么个来路不明的女人，要毁了顾赵两家的联姻啊！这就是你选定的家族继承人吗？大伯，婉清不是来路不明的女人，她是我顾延伸明媒正娶的妻子，是我要共度一生的人。延伸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顾老爷子，我知道这很突然，但我和延伸的确是合法夫妻。老天爷啊！你们给我评评理啊！这就是我那个不孝女苏婉晴，她为了攀高枝骗婚，连亲妈都不认了。我辛辛苦苦把她养大，她竟然为了钱连我这个亲妈都不要了！她竟然为了钱连我这个亲妈都不要了！我姐逼我借了50万高利贷，她说只要闹到顾家给钱就能还债。她根本不爱顾少爷，她就是为了骗顾家的钱。大家看看，这就是她逼我签的借条。姐，你为了攀高枝，连亲弟弟都往火坑里推，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这50万的高利贷，如顾家不给钱，我拿什么还呀？这就是你娶的好妻子，不仅骗婚，还骗股权，逼亲弟借高利贷，骗股权！各位都看清楚，这就是证据。3天前，帝豪酒店49%的股权莫名其妙落到这个女人名下，她哪来的本事拿下帝豪近半股权？不是骗婚转移财产是什么？来路不明的女人怎么配进我顾家大门？顾延伸识人不清，怎么配做顾氏集团的继承人？一个打工妹突然成了帝豪股东，谁知道她使了什么手段？怕不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换来的吧？延伸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今天若不给我、给赵家、给全城一个交代，这顾氏继承人的位置你就不用做了。这顾氏继承人的位置你就不用做了。顾少爷真是被美色迷了眼，这种来路不明的女人也敢娶回家？赵小姐才是门当户对，这突然冒出来的女人，谁知道使了什么下作手段？顾延伸，我以为你眼光有多高，原来就这种货色。麻雀就算飞上枝头，也变不了凤凰。一个打工妹靠着几分姿色爬上床，就妄想做顾太太，真是笑。各位，赵氏与顾家合作多年，我赵诗涵今天把话放在这儿，顾氏要是让这种女人进，赵氏立刻终止一切合作。顾家的脸，我赵家可不想跟着丢。难道就赵氏值得吗？赵氏总之合作，顾氏损失可就大了。延伸，你听见没有？还不快给诗涵和各位宾客一个交代！让我们。你这个白眼狼，连亲弟弟都往死里逼，他的拆迁房都被你抢了！这种蛇蝎心肠的女人，怎么配做顾太太？他把我儿子逼得倾家荡产，把老家房子都抢了，现在又来骗顾家的股权，他就是个专门吸血的吸血鬼啊！顾爷爷，他为了钱连亲弟弟都逼呀！这种女人不能进顾家呀！我姐她为了钱连亲妈亲弟都不认，这种女人她今天能骗顾家，明天就能吞了顾氏啊！顾延伸，你看看，连她亲妈亲弟都出来指证了，这种女人你还要糊到什么时候？今天你若不当场宣布离婚，收回股权，我顾红叶第一个不答应。你们说我是吸血的白眼狼，好，我让你们看看，到底是谁在吸谁的血。从18岁到28岁，整整10年，我每个月工资一到账，第一件事就是往家里寄钱，风雨无阻，一共30万。就连他们现在住的房子，也是我花50万买的。那是你当女儿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好，那你们逼我嫁给李老板换50万彩礼，你们算计奶奶的养老钱，你们要把小满卖给李老板换彩礼，这些也是应该的吗？你们要把小满卖给李老板换彩礼，这些也是应该的吗？你胡说八道！
什么卖侄女，什么逼你嫁人，那都是你自己编出来的鬼话。你就是怕我们在顾家人面前揭穿你的真面目，才先倒打一耙。你这个白眼狼，连亲妈都敢诬陷！各位，我今天就让你们看看真相究竟是什么。顾董说我骗婚骗股权，帝豪酒店是我的个人资产，我将49%的股权赠与妻子作为婚前保障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。就算股权是赠与，那也改变不了她出身低微的事实。一个打工妹凭什么做顾太太？凭的就是这些见不得人的手段吗？你说我逼你借高利贷？没错。顾总，顾夫人，那50万是苏耀祖这王八蛋自己主动找上我的，他是要靠投资一夜暴富，结果被人骗了，才想到找他姐要钱，跟顾太太半点关系没有。你胡说，明明是他不管我才去借钱的。如果他愿意给我钱，我怎么会去借高利贷？从你出生开始我就开始照顾，可结果换来的是你无尽的贪念，就连结婚都要我给你买车买房，是你娶媳妇儿还是我娶媳妇儿？你们现在还有什么话说？那又怎样？你当姐姐的帮弟弟买车买房，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？你就是个没良心的东西！我没良心，那这段录音你敢听吗？50万彩礼，明天就送小马过去。老东西，你来一个试试！他们要把我的表妹卖给李老板换50万彩礼，李老板就是个家暴成性的变态，他要拿亲侄女的命换苏耀祖娶媳妇儿的钱，卖亲侄女换彩礼，这还是人吗？卖亲孙女，这种畜生不如的东西也配出现在这里？保安，把他们给我赶出去！我不走！苏婉晴，你这个白眼狼，你不得好死！苏婉晴，你不得好死！爷爷，苏婉晴是我顾延伸合法妻子，她不比任何人差。诗涵，你看，现在延伸已经心有所属，我们两家联姻的事，我会如实将今天的事情告诉我爸的。顾总，出大事了！集团股价半小时内暴跌18%，海外并购项目被爆出重大财务漏洞，合作方集体发函终止协议，3家主要供应商同时断供，要求立刻结清尾款。做空集团股票，再引爆海外项目的假消息，下一步就该是冻结我名下的资产，一环扣一环，是大头的指控。银行刚才来电，以风险管控为由，冻结了您名下全部账户，集团现金流彻底断了。明早开盘，如果补不上5000万缺口，顾氏恐怕5000万。婉晴，对不起，我连累你。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这是谁干的？谁干的？老爷，老爷，来人啊！快，卫生县医院通知所有董事，明早8点召开紧急董事会。顾延伸的婚姻丑闻导致集团危机，他必须给所有人一个交代。是。顾延伸，这次看你怎么翻身。顾延伸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儿，就因为你执意娶这个女人，得罪了赵氏，导致集团股价暴跌，合作方撤资，老爷子都被你提起抢救室了。顾延伸签了这份离婚协议，赵氏可以立刻注资5000万，帮顾氏治过离婚了。做梦！顾延伸，如果你还执迷不悟，就别怪大伯不讲情面了。你不再适合担任顾氏继承人，这是为了顾家好。顾董、赵小姐，你们以为这样就能逼我们就范，未免太天真了。病人暂时脱离危险，但急火攻心需要绝对静养，不能再受任何刺激。延伸，别怕，这一次换我护着你。
燕深，大伯既然能同时做空股价、冻结资金、引爆海外项目，说明他早有准备，背后一定有赵氏的支持。但我们也不是没有反击的筹码。这张卡里有5000万，刚好补全资金缺口。各位董事，顾氏面临100年未有的危机，股价暴跌，资金链断裂，这一切都是因为顾延深执意娶了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，得罪了赵氏集团。我提议罢免顾延深顾氏继承人及总裁职务，由赵氏注资5000万，拆分重组。顾总，这是不是太急了？顾延深毕竟年轻有为。急！股票跌停了，不罢免他，顾氏就完了。只要顾延深签离婚协议，赵氏立刻注资5000万。顾延深，你还知道来？签了离婚协议，赵氏注资5000万，否则顾氏等着破产吧。我劝你识趣点，一个靠骗婚上位的女人，不值得你赔上整个顾氏。你在威胁我？顾延深，你以为你还有选择的余地吗？现在全江城都知道你娶了个什么货色，顾氏的股价跌成什么样了，没有我撑不过3天。各位都看到了吧？这就是咱们顾总为了个女人，连顾氏的100年基业都不要了。我提议现在立刻表决，罢免顾延深。不需要赵氏的融资，我以个人资产5000万正式投入顾氏集团。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？我有多钱和你有关系吗？倒是顾董，您急着逼延深下台，又联合赵氏做空集团股价，这背后到底是为了保全顾家，还是想趁乱窃取控制权？倒是顾董，您急着逼延深下台，又联合赵氏做空集团股价，这背后到底是为了保全顾家，还是想趁乱窃取控制权？各位董事，顾氏集团100年根基不该毁在阴谋算计里。今天我和顾延深共进退，这5000万缺口我们填得上，但谁想趁火打劫，我苏婉晴第一个不答应。有我顾延深在，有我太太在，任何人都别想动顾氏分毫。好一个夫妻同心，可惜啊，这钱来的不明不白，集团怎么可能冒着风险同意融资？一定是顾延深私下转移的集团资产。各位董事，你们难道要眼睁睁看着公司资产被他掏空吗？这是华瑞集团上市品牌全案，5000万就是项目奖金，需要我贴到你脸上吗？爸，您怎么来了？医生不是说您需要静养吗？这里的事我能处理，您快回去休息。好一个苏婉晴！董事们有胆有势有魄力，面对污蔑不退缩，面对危机不低头。我顾家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孙媳妇。我宣布，从今天起，苏婉晴正式成为顾氏集团董事会成员，任执行董事，参与集团重大决策，任何人不得异议。等等，各位不要被他们骗了，我还有他们夫妻2人窃取公司财产的证据。各位不要被他们骗了，我还有他们夫妻2人窃取公司财产的证据。苏婉晴暗中转移顾氏资产，顾延深徇私舞弊，掏空集团，公司内部的审计报告写得清清楚楚。这3年来，集团海外账户频频异常，资金去向不明，不是他们2人里应外合，还能是谁？大伯，你还是这么喜欢颠倒黑白，喜欢泼脏水。顾延深，现在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小陈，把人带上来。你少在这装神弄鬼！我是顾红叶的私人秘书，这3年来，顾红叶一直在暗中做空顾氏集团的股票，他通过3家海外空壳公司转移了集团资金至少20亿，这些都是银行流水和转账记录。20亿！顾红叶，你身为顾家长子，竟然勾结外人做空自家集团，这是要毁了顾氏100年根基啊！你对得起顾家的列祖列宗吗？顾红叶，你这个畜生，勾结外人陷害亲侄，做空顾氏，你还有何话说？爸，您别听他们胡说，马忠肯定是被顾延深收买了，这些证据都是伪造的。我是您亲儿子呀，我怎么会害顾家？伪造？
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公司干的那些破事儿？从今天起，剥夺顾红叶顾氏集团一切职务，收回其名下全部顾氏股份，冻结其所有账户。我顾重山没有你这个儿子。爸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我是顾家长子，顾氏是我的。顾延深、苏婉清，你们不得好死！你们这对狗男女，你们抢了我的东西，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。苏婉清，这事没完，赵氏不会放过你们的。赵小姐，慢走不送。爷爷，是大孙儿不孝，没早点揭穿大伯的真面目，连累您病重还要操心。延深总算没有毁在那个孽障手里，以后顾家就靠你们了。顾董，您找我们有什么事儿？苏婉清把我害得这么惨，你们也被她整得倾家荡产，咱们是不是该合作一把？启动备用计划。顾董英明，苏婉清那个白眼狼，他害得我们耀祖没了房子，没了媳妇儿，连我这当妈的都不认了。他最疼他那表妹和死老太婆，从他们下手，他肯定乖乖听话。顾董放心，我知道怎么做。小满，好久不见啊！怎么看到表哥就这么想跑？表哥，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们想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？你说我想干什么？当然是找你那个好姐姐要点东西。他不是很能耐吗？当了顾太太就六亲不认，老子倒要看看他到底有多少良心。表姐已经和你们没关系了，你们凭什么找她要钱？没关系，血脉关系是他想断就能断的。他欠苏家的，这辈子都还不清。你们放群混蛋！婉清姐以前给你们那么多钱，你们还有没有人性？看见了吗？这药够你睡上3天3夜了。表姐是不会答应你们的，你们这群畜生！你以为有他撑腰就了不起？老子告诉你，在苏家，他永远都得给我跪着。你会遭报应的。我告诉你，他要是不签股权转让书，你和那老不死的就等着被抬进李老板的被窝吧。这次可不像上次那么好说话了。这帮畜生，小满才19岁，他们怎么下得去手？交给我吧，我不会让他们好过的。不，之前我总是想着给他们一次机会，可是他们却不知道珍惜。这次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你想怎么做，我都支持你。小陈，立刻安排4名保镖，24小时暗中保护奶奶和小满，不要打草惊蛇。特别是小满的学校和奶奶的疗养院，必须做到无死角看护。是夫人，我这就去安排。苏耀祖以为抓住了我的软肋，却不知道他才是瓮中之鳖。明天上午10点，顾氏大厦让他们带股权转让书来签。我要让他们亲手把自己送进监狱。顾太太设局，我拭目以待。需要我配合什么，尽管说。明天，你陪我一起演完这出戏。就是，当了顾太太就了不起了，连亲妈亲弟都不放在眼里。哟，
这就是顾氏集团的顶层会议室，也不过如此嘛。就是，当了顾太太就了不起了。把字签了，把你在顾氏的股权全部给我，再加5000万现金，少1分我就让全江城都知道你们顾氏娶了个什么货色。不给我们就天天在顾氏门口拉横幅，高夸你们顾氏。横幅我都写好了，顾氏集团总裁夫人忘恩负义，逼死亲娘，我看你们还得怎么做生意？你们是不是忘了，这10年来你们花的每1分钱都是从哪来的？少废话，赶紧签字，老子没耐心听你翻旧账。王秀兰女士、苏耀祖先生，这是你们近10年来所有的银行流水，每一笔转账、每一笔消费都指向同一个源头——苏婉晴小姐的账户。那又怎样？她是我姐，她赚钱给我花有什么问题吗？自古姐姐的命都是弟弟的，钱算什么？就是，我们花他点钱怎么了？没有我们把他生下来，他能有今天？他这辈子都欠我们的。耀祖才是苏家的根儿，他一个丫头片子，不给耀祖花钱，给谁花？我们是他亲妈亲弟，他有钱帮衬一下怎么了？天经地义。我辛辛苦苦把他拉扯大，18年吃的喝的穿的，哪一样不要钱？天经地义。姐，这件事你还要说几次？自古以来，姐姐养弟弟天经地义。你赚的钱不给我花，难道还打算带进棺材里啊？你记这些破账有什么用？那这个被你们撕碎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呢？你们毁掉了我的未来，就没有一丝愧疚吗？毁掉你的未来？你少在这装可怜！你一个丫头片子，读那么多书有个屁用？最后还不是要嫁人？我才是苏家的根。就是，你当年要是去读了那个破大学，现在能认识顾总，能坐上今天这个位置。说起来你还应该感谢我们，你不感恩就算了，还敢翻旧账。奶奶连棺材本都舍不得花，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塞给我，而你们却不管他的死活，要把小满卖给李老板换彩礼。你们拿我的钱吸我的血，还要卖我的亲人，这就是你们口中的天经地义。你们拿我的钱吸我的血，还要卖我的亲人，这就是你们口中的天经地义。我呸！你算什么玩意儿？我就是要拿老东西的棺材本给耀祖娶媳妇儿，怎么了？他一个快死的老东西，留着钱有什么用？给耀本传宗接代，那是他的福气。你不过就是我苏家养大的一条狗，狗啃咬主人，没有我们，你早就饿死在街头了。再动一下，我废了你这只手。这10年来，你们吸他的血，吃他的肉，从今天起，谁敢再碰他一根头发，我让你生不如死。苏婉晴，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这个贱人！你凭什么？你凭什么过得比我好？你凭什么？老实点！儿子，把他们带走。苏婉晴，你这个白眼狼，你会遭报应的！你下辈子做牛做马都还不清。废物，连这点事都办不好。启动备用计划。这个基金专门资助那些被原生家庭压榨、被迫辍学的女性。18岁那年，我的录取通知书被撕碎，我的学费被夺走，我被迫辍学打工。10年里每个月寄钱回家，却被当成提款机。但今天，我想告诉每一个正在挣扎的女孩，你的命运只属于你自己，没有人可以把你当货物卖掉，除非你自己同意。说的真好听，可我听说你这基金的钱全是顾氏集团出的，你拿着老公的钱做慈善，立独立女性人设，不觉得可笑吗？我看你就是个靠男人上位的货色，一个被家里赶出来的女人，靠着爬床攀上高枝，现在倒有脸教我们怎么做人。就是我闺女申请资助，你们非要查我们家情况，你们凭什么查？你们这就是侵犯隐私！什么公益？我看就是你们顾氏洗黑钱的工具，专门骗傻子的！你们胡说！我表姐是真心帮我们，你们凭什么污蔑她？这么快就坐不住了吗？这么快就坐不住了吗？
晚晴基金的第一笔启动资金是从我个人融资顾氏集团的5000万中抽取的，何来靠男人上位的说法？我们审核家庭情况不是为了窥探隐私，是为了确认每一分钱都落到女孩手里，而不是被他们的吸血鬼父母抢走。苏总，是您派人把我从婚礼上抢下来的。我爸要把我卖给邻村光棍换彩礼，是您告诉我，女孩子的命比任何彩礼都贵。我妈说女孩子读书为弟弟，是基金我复学，现在我考上了重点大学。故事下周将正式启动江城科创港项目，总投资100亿，我顾延伸以故事名誉担保，晚晴基金清清白白，谁敢再泼脏水，就是与故事为敌。数据已到手，核心参数完整。顾总、夫人，周明拷贝了全部核心数据，3小时前已经把 U 盘交给了顾红叶。U 盘里的假数据够他嚣张一阵子，让他以为抓住了我们的命脉，他才会把所有的底牌都亮出。他以为基金会那场闹剧能分散我们的注意力，但他不知道，一张无形的网早就已经铺好。哈哈哈哈！顾延伸、苏婉晴，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！我要让你们亲眼看着自己的帝国崩塌！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故事100亿项目科创港的全部核心机密、技术参数、成本核算、竞标底价、合作方分成比例，全都在我手里。赵氏集团已经拿到了这份数据的副本，明天开盘，故事股价就会跌穿地板。没有这些核心数据，你们拿什么签约？拿什么跟赵氏斗？故事完了！没有这些核心数据，你们拿什么签约？拿什么跟赵氏斗？故事完了！顾红叶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我胡说，你大可以等着瞧。顾延伸，你现在跪下求我，或许我还能看在顾家的份上，能给你6条全尸。大伯，演完了？死到临头还装镇定？我问你，你确定这 U 盘里的是顾氏的真核心数据？当然了，这可是在你办公室拷贝的，怎么可能有假？周明，你敢耍我？冤枉啊，顾董！你明明亲手拷贝的数据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顾红叶，从你联系周明第一天起，我们就知道，你拿到的每一个数字、每一个参数、每一个底价，都是精心编造的陷阱。你输了。科创港项目签约了，基金也上了正轨，接下来你想做什么？我想把晚晴基金铺到全国，不止江城，让每一个被原生家庭压榨、被逼到悬崖边的女孩都知道，这世上有一条路可以靠自己走出来。我陪你。顾氏每年注资再加10亿。顾总，你这算是公款追妻？算是聘礼，聘你陪我走一辈子。婉晴啊，奶奶在电视上看到你了，你现在可厉害了，全国最有爱心的女企业家。奶奶，那都是虚名，您身体好比什么虚名都重要。奶奶这辈子值了，看到你好，奶奶死也瞑目了。奶奶，您说什么呢？您还要看着小满成为大律师，看着我们未来的孩子出生呢。好，奶奶等着，奶奶等着报仇色。表姐，咱们一定会越来越好。